这是铝光 GR4，它摄影师的随身机，可以放进口袋，而且非常轻巧，速度超快。操作它就像指尖在跳舞，因为这些我们就称它为浪漫随手拍。现在我已经用它拍了几千张的照片，从台北到东京，在地铁上、在街道上、在人群里，所有我去过的地方，就是 GR 所看见的东西。它很小巧，开机很快，而且没有翻转萤幕。我最爱直接满拍，不会引人注目。它的影像品质锐利的惊人，色调中也带有好看的颗粒感，没有人不喜欢。那 GR 我在思考拍照这件事情上，更短的也更快了。我是 MoQ 阿莫，今天我们来聊聊 GR4和 iPhone 17 Pro。iPhone 17 Pro 它能录、能修、能立刻分享，什么光线都可以拍，强大到几乎让我们忘了相机的定义。但从来没有人把 GR4、iPhone 17 Pro 放在讨论，所以这是一场关于工具跟灵魂的街头对话。这或许是我们当代摄影师最奢侈的烦恼。一般来说，我们这样使用 GR 的时候，常常觉得说，直接去选很多滤镜嘛，我们上网看很多滤镜去下载来用，但是你会发现，没有像网络上看的这么好看。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调整过程里面，其实当我们选定好一个滤镜之后，最常使用其实是后面的 WB 键。其实 WB 键才是影响整个氛围最有感的地方。所以通过 WB 键选择不同的白平衡，或者是白平衡补偿，整个画面氛围就变得很好。所以说你刚刚其实就是几乎就只会套一种滤镜，然后再稍微调一下白平衡，然后照片感觉就会完全不同了嘛？这样是怎么做到的？我一般来说会到当地，譬如说我今天到了京都，可能天气也蛮好的，然后我就压窗拍了张我喜欢的照片的时候，然后调整完之后，我基本上整趟的京都或是1个月的时间，我就不会再修正这个滤镜，代表你拍出一种风格。可是这样如果像我们新手也可以学你这样拍吗？还是因为你已经很熟练了，所以才可以这样子拍？新手更要学这样拍，你不觉得你在一直找滤镜的时候，一直觉得说奇怪，为什么我常常觉得我GR拍照的时候都拍得没有像网络上看的这么好？对，真的常有这种问题。对，对于新手来说，其实即使你不调滤镜你用它本身GR内建好的滤镜参数，其实你也可以拍得很好，你不一定要调。风格感其实最主要是来自于选好你喜欢的滤镜，搭配各种不同的白平衡补偿或者白平衡的选项。是哦，那如果我真的想要试试看你这种拍法，你会建议我从哪一个这种内建的滤镜开始试试看？内建滤镜我们最常使用的就是2个滤镜嘛，一个正片，然后一个是底片。那如果说你喜欢拍摄风景，喜欢拍摄蓝天的话，我就很推荐使用正片这个颜色来拍。正片在拍的时候，它影响了很多蓝色系的跟红色系的东西，所以它拍起来东西比较鲜艳。负片它影响的是人的肤色跟植物的绿色，所以我们在拍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很复古的感觉。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对 GR 本身够熟的话，什么的底片模式都可以拍到很好的一个设置，因为 GR 本身里面有影调跟色相的调整嘛，影调、色相、饱和度这3个就可以让你的 GR 的设置，无论是什么底片，都可以设置到很鲜艳或是很淡雅这2个风格。譬如说，我就喜欢正片这个风格，那我正片可以很浓郁，也可以很淡雅，调整影调、色相跟饱和度这几个选项就可以了。我发现好像很多这种 GR 的资深使用者都会有一组自己很喜欢的这个 GR 的滤镜参数。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可能分享一组你很喜欢的 GR 设定，造福一下大家？本身我最喜欢用的滤镜，事实上是标准颜色。我通常会把标准的颜色设为一个高调，还有个低调这2个风格去做一个处理。我低调的东西拍起来对比就很大嘛，那拍起来的立体感就很强。那我高调的东西拍起来就很日系，画面的程度就很丰富。那我就会根据我所要的场合去切换这2个调性。如果想要这参数的话，请大家加入我的官方 LINE MoQ 摸摸拍，我就会分享给你，请看我的资讯栏连结哦。老师，那你刚刚把 GR 讲得这么神，然后就是这么爱它，那现在这个 iPhone 17 Pro 感觉功能也很强，有没有可能把它调成像这种 GR 拍照的这种风格质感？iPhone 很多滤镜嘛，中性啊、明亮啊、玫瑰金后标准、鲜艳、自然、梦幻这些很多的新推出的滤镜，在这么多滤镜里面，一定会有一款滤镜它最像 GR 的正片，然后没有想到，真的有一款 iPhone 的滤镜调整起来真的还蛮像 GR 正片，橘色这样子拍，它这样感觉就蛮 GR 的，真的耶，有没有很像？对，真的蛮像的。所以你是用 iPhone 内建滤镜来调哦？对，不是用那个有一些 APP 它会附的那种滤镜。用 APP 就没有意思啊！你今天在拍照的时候想要直出嘛 ，iPhone 本身的原生相机里面就有 GR 的滤镜
我调的，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哈！真的有可能吗？老师，你可不可以拍几张？当然可以。不管是 GR 拍的照片，还是 iPhone 录的影片，它们本身都是很棒的素材。而创作中最有趣的部分，正在于如何去组合这些不同的素材。剪片最有趣的环节就在于节奏感，声音的搭配，它决定了画面的情绪跟氛围。我会花很多时间来找音乐跟组合音效，来搭配拍摄的影像。举例来说，在这支影片中，你所听到的所有的背景声音都来自于 Artlist。其实很多国外的 YouTuber 早就推荐过了，这也是我首次完整的使用 Artlist Max 这个专案。首先，我是真心喜欢。第二，为什么会强力推荐呢？我必须很诚实的说，如果你也心动，透过资讯栏的优惠链接购买，我就会获得额外的2个月的订阅。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 Max 方案到底值不值得？对我来说，值得。光是 Max 方案里面整合现在最红的 Sora 2、Google 的 VO 3.1，加上它本来口碑就很好的音乐授权，还有各种的 AI 生成工具，就会很符合我今年做影片的所有的需求。趁着黑五结束前订阅，还能省下将近3000块的台币 ，CP 值很高。尤其在订阅期间，影片使用的音乐和素材，即使以后取消订阅，授权都还在。我非常看重的创作版权，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订阅的原因。真的超讨厌影片上架一阵子后，就突然收到侵权的信件。现在花点小钱，以后就不用花大钱去处理。除了影片的编辑，针对手机拍摄，还有一个让我最意外又超好用的功能——影片滤镜，就是 LUT。只要你打开网页左边的工具栏，就有超多风格 LUT 可以选择。把喜欢的 LUT 放进免费的 Blackmagic， 就可以让手机也拍出电影感，真的是有够方便的。第一步，打开 Artlist 的 LUT 选单，你可以根据风格、色调来筛选这些条件，定位你喜欢的滤镜。譬如我选择了电影感、柔和，然后其中有3个滤镜我非常喜欢，所以先点爱心，然后下载。如果你是用 Mac、AirDrop 这些点 Club 滤镜档到 iPhone 的资料夹里面，或是用云端的硬碟下载也是很方便的。接着打开 Blackmagic 的设置，滑到后面的 LUT Manager 的选项，选择导入 LUT， 找到刚刚下载的那些档案，接着确认 Input LUT 预设都打开的，然后滤镜的 Color Space Take 都是709。最后，你只要回到摄影机的拍摄画面，打开 LUT 选项，就会选择你喜欢的滤镜风格。从此以后，你的影片风格爱怎么拍就怎么拍。如果你有打算趁着黑五折扣购买 Artlist Max， 请透过我的优惠链接，我也非常感谢你。学会了拍片，我们回到刚刚没有讲完的 iPhone 设定，因为我要让 iPhone 拍起来更 GR 嘛，设置里面去将你的相机打开，找到你的相机照片拍摄有个融合相机，其他镜头有28跟35，你把它打开之后，然后下面预设镜头选择28英寸。那我今天一打开我的相机，它就是 GR 的28英寸视角。可是 GR 就是有一种，就是那种 GR 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到底是差在哪里啊？ iPhone 本身在拍照的过程里面呢，就算我把色调调得很像，那它有个问题就是它太锐利，它有太多的计算摄影在里面。啊，这个关得掉吗？它其实关不掉，因为使用这些色调的时候，你只能用 HEIF 的档案格式。然后，如果说你想要让这个锐利感比较少一点的话，请你选择4800万画素，因为画素越高，它的计算摄影的锐利感就越低。如果你选2400万画素，它的锐利感会很高。我们今天在使用 iPhone 拍的时候，它 HDR 超严重。我在逆光的时候，按不怎么拍，我的脸还是很亮。我们这边都有相机快速键嘛，我就建议你把曝光补偿放在这里。如果你想要拍出像 GR 感的 iPhone 照片的话，你就要使用这个，然后把曝光减到1.3，暗部的细节压低之后，变成比较低影调照片，它拍起来跟 GR 就很像。那我真的很好奇，如果我们今天把一张同一个场景的 GR 跟 iPhone 的照片，就是把它放在一起，大家有没有可能猜得出来谁是 GR， 谁是 iPhone？ 对，这个我非常好奇，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我先展示一些我在街头上拍的照片，我给它标上编号，请大家猜猜看。我会把答案放在下面的留言区。所以如果你看不出来的话，你就买 iPhone 就好了。如果你觉得真的很差很多的话，请务必还是要用 GR。
那如果像我今天大家看了你的教学啊，觉得 iPhone 调出来就真的觉得就已经很好了，那你觉得它还有必要再买一台 GR 吗？iPhone 毕竟是一个最方便的工具，就是它一定你会每天随身带。但是我觉得 GR 它本身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拍照工具。当拿着它的时候，你会很想要拍照，所以会变成进入一种拍照的心流里面。哦，这种仪式感的感觉。没错，这种仪式感不一样。你用 iPhone 拍照就觉得拍几张就OK 了，可是你拿起 GR 拍照的时候，你是很想要一直维持拍照的心情，然后在街头上走路跟拍照，而且那种瞬间抓拍也是 iPhone 做不到。啊 ，iPhone 做不到吗 ？iPhone 不是对焦超爆快的。可是 iPhone 对焦超爆快的，但是没有操作的实体感，所以那种瞬间这样抓拍，这样瞬间这样抓拍，手握的感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刚刚有用 iPhone 调了很多参数，然后让它可以更接近 GR 正片的质感。这个详细的秘密是可以公开的吗？当然是可以啊，所以这个详细的秘密我会一起放在我的赖好友 Mokio 默默拍里面。也要在资讯栏，大家可以加我好友，我就给你。GR 它其实是有录影功能的，可是好像我真的很少听到有人会拿 GR 来录影耶。你今天就是特别把录影这件事情拿出来讲，就是想要帮他说好话吗？还是这是你的个人偏好？我跟你讲，绝对不是说好话。你看这个画面，这是我用 GR 录影的画面，有够好看的。这可能是我的粉丝滤镜。它虽然只能录1080p，但是你看这个影调、这个画面、这个光影层次，真的超级好看的。就是它本身会有点跟 iPhone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譬如说我录个场景 ，iPhone 录的地方亮跟暗都很清楚，可是 GR 它就只着重在某个地方而已，然后配合它本身就超级好看的滤镜。如果你只是想用在社群1080p 60fps 这个参数已经够了。然后拍起来画质眼见为凭，影像它就只有1080p，感觉在现代是一个就是蛮低的画质，可是你又说它的氛围很好，听起来就是蛮难想象的，这个有点矛盾。来，我们边看实际的影片，我们边来聊一下。你看哦，1080p 虽然低画质，可是现在讲究复古啊，有没有？超级复古的，所以你可以觉得说，哇塞，这个很像用以前那种很旧的电影机在拍的质感，就是旧的感觉，却很有质感。然后画素不怎么高，然后解析度不怎么高，可光也很有氛围。你看，这是我们现在人最喜欢的不清晰感。为什么 CCD 这么流行？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去买一些老相机？就是这些不清晰感嘛。所以我觉得 GR 录影刚好完美的符合这个不清晰感，然后又很有氛围，光影又很好看。老师，你现在很像一个传教士，你确定这个不是你的脑粉滤镜吗？哦，我们所谓喜欢的画面，绝对不是一个最清楚、最中性的画面。iPhone 的处理上面来说，它就太清晰了，很像那种超级的 Max 4K 电影之类的，把它放在你眼前。你想要氛围，你就拿起 GR 来录影。现在今天天气很好嘛，然后有光线有明暗的那种很明显的一种亮暗之间的分布，就录直直的，然后传上一些我们的 IG 限动的，你就觉得说哇塞，这个片拍起来质感真的是很不一样。我喜欢拍照，可是我没那么多钱呐、那我只能两个中间要那个残酷2选1的话，你要推荐他买 iPhone 呢，还是买 GR4啊？这两个其实每一台价格都在4万多块，如果你正常买到的话。如果说你没有特别去研究一些详细的设置的话 ，iPhone 13 Pro 跟 iPhone 17 Pro， 你用它那些相机拍差不多。因为它调教都是很像。如果你手上有任何一台 iPhone， 你不要升级 iPhone， 你去买 GR4。那如果你 Android 手机，你是买旗舰机也是一样。可是老师，你还是换了 iPhone 啊？如果想知道为什么我换 iPhone 17 Pro 的原因，我有做一支 iPhone 17 Pro 的详细评测影片。今天出门你只能带一台，其中一台你要选 GR4 还是 iPhone 17 Pro？100%是 GR。哦。iPhone 跟 GR 哪台比较大小台 ？GR 呀。对啊，但是你带 GR 这么小台，要带 GR。这是小台的问题。没有，是拍照质感的问题，因为你纯粹拍照，你要找一个工具可以让你很喜欢拍照这件事情。iPhone 拍照，它让你觉得说拍得很漂亮，但是你不一定会喜欢它这么漂亮。可 GR 是有时候拍得没那么漂亮，可氛围感很好，就很喜欢这个氛围。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常常会纠结于，因为它是4万多块的东西嘛，然后这个 iPhone 也4万多块，那你到底要选择最新的科技，还是纯粹拍照的一个器具？我们现在看到大部分照片，网络上社群所有的照片，5到6成不，甚至到8成都是手机拍的。可是当你拿这种纯粹摄影的工具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摄影的质感会这么好，而且拍照的感受也会这么的有趣，还是会让人觉得很想买 GR，这是变成一个 GR 的
推荐影片的。iPhone 也蛮有趣的，像我们 Artlist 不是说 iPhone 可以套用很多 LUT 进来吗？在录影里面，只要套用 LUT 之后，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超级迷你的电影机。我就会先调好我喜欢的 iPhone 滤镜，然后我再举着，然后开始拍我的 GR 的一些侧录。我就会使用 iPhone 的各种镜头去做切换，去补足 GR 所拍不到的东西。然后加上我在 iPhone 17 Pro 上面又找到一个很像 GR 正片滤镜的风格，所以我这样觉得拍起来会更快乐。所以回到一开始那个最奢侈的烦恼，这趟关于工具跟灵魂的街头对话，最后我的答案是什么？答案根本就没有哪个比较好的选择，或者是说我早就选择了。我以为 iPhone 是个完美的工具，但我发现它的灵魂其实就藏在那些参数里面，等待着你去唤醒。我以为 GR 是只有纯粹的灵魂，但我发现那些不完美的录影反而成为这次我最意外的创作惊喜。工具跟灵魂从来就不是对手，它是2台8万多块的幸福结合体。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在街头摄影上变得更自由了。这2台设备，它们是一种轻便极简，却能让我创作欲疯狂动静的组合。而这个奢侈的烦恼，也因此就转化成极致的浪漫。用好你手上的器材，去你去过的地方，就是你所看见的东西。这本身就是摄影最浪漫的事情。